拥有灵异体质，所以拍照100%会变成灵异照片。这样开学就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致辞的优等生银多郎非常苦恼，一切都要从初中时候说起。他因为卷入到了灵异事件中中了邪，伤害了自己的好友。那之后的2年多，他都因为怕伤害到重要的人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好在银多郎有一群爱他的家人，以及一位元气的青梅竹马，在他们的鼓励下，他也从去年开始重新回归社会，不仅追上了同年级的同学，还一举成为了学生代表，在勇子推荐的家教中心打工。银多郎想着正好借着打工的机会让自己学会社交，远离灵异事件。家教中心的老师告诉他，这位点名要他当家教老师的是成绩相当优秀、备受期待的天才儿童宝月夜宵。拿到地址以后，银多郎走着走着就来到了青梅竹马家门口。见他有些疑惑，开门的勇子告诉他，点名要他的是自己之前跟他提到过的堂妹，他从去年开始和自己住在一起。夜宵不出来还好，一出来银多郎差点没吓尿了。看上去呆萌的小学3年级学妹身上却散发着阴森森的阴气，最让他在意的是他竟然有2个瞳孔。夜宵一上来就指着他戴手套的手，说上面附着着很强的东西。银多郎这才知道他和自己一样是灵异体质，并且比自己强很多，尤其是他怀抱中的兔子，给人非常不好的感觉。闻言，夜宵直接掐住了怀中兔子的脖子。勇子见气氛不对，问他们怎么了。银多郎这才调整好情绪，告诉夜宵，从今天起自己就是他的家教了。然而这小妮子根本无心学习，毕竟人家成绩挺好的，点名要银多郎就是想邀请他一起去灵异场所探险。银多郎的灵异体质是非常受灵体欢迎的类型，只要去那些地方就能把他们给吸引出来。看银多郎怎么都不愿意夜宵使用了，下策直接给家教中心打电话说他性骚扰自己。银多郎光速夺过手机让勇子帮自己，结果没想到这家伙的兴致比自己还要高。银多郎麻麻的，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就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想要打退堂鼓，夜宵才不给他这个机会，一摁姐姐的腿，一脚油门直接杀了过去。他们来到的是 H 市的电话厅，据说有个红牌的酒店小姐榨干了一波客人的钱，就将对方拒之门外，最终被那群跟踪狂客人追到电话亭里给凌辱杀害了。那之后因为不甘心想让别人也体验相同的事，他便化身了女鬼，让所有来这个电话亭的人都遭遇相同的经历，当然也包括来打电话的人。为此，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散播这个电话亭的号码了。等银多郎回过神时，夜宵已经进入了电话亭内部，他尖叫一声将孩子给拉了出来，刚说这地方危险你就进去了，夜宵却说在里面没感觉到什么。勇子觉得大概只是假传言罢了，那都是因为他没有灵异体质。银多郎眼前的电话亭可完全不一样，散发着阵阵寒气。他们决定主动出击，给电话亭打电话。银多郎怕他们有个好歹，又拗不过他们，只能自己打。结果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里面传来了女人的声音，紧接着电话亭上也出现了虚手印，催促他赶紧进来。银多郎吓得双腿发抖。就在这时，夜宵打开了电话亭的门，将自己怀中的兔子玩偶扔了进去。下一秒，他们就看到兔子玩偶一下膨胀起来，炸开成了一堆血肉。两人吓得带上夜宵就开车的跑走了，生怕被那个女鬼给杀死。只有夜宵知道，差点被杀死的是那个女鬼。一回家，银多郎就警告他们以后不准再去那个地方了，否则父母会伤心的。紧接着催促夜宵赶紧来学习，没想到这小天才几乎每道题都做对了。银多郎又问他是不是能看到鬼魂，夜宵告诉他看得清清楚楚，跟 4K 画质一样。不过在他眼中，那些鬼魂都是玩偶。夜宵反问他，自己进入电话厅，女鬼都没出来，他打了个电话，人就出来了，这得多招鬼。虽然很不愿意提，但银多郎告诉他，只要是出过事的地方，100%会碰到鬼。听到这话，夜宵双眼放光。补习结束以后的勇子告诉银多郎，夜宵的父母在1年半前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所以他家才抚养了堂妹。他那么想去灵异场所，应该是想要找自己的妈妈。夜宵的母亲非常温柔，她带着女儿去各大医院检查虫洞的原因，知道她能看到那些诡异的东西之后，她就一直在保护自己的女儿。为了不让她总是压抑，还和丈夫一起带她去游乐园玩。也是那天，因为司机被鬼附身的原因，他们被大卡车给撞了。父母双亡之后，夜宵忽然间就获得了160高的 IQ， 这让他明白自己之前看到的是阳间和阴间的交界。他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带走，也绝对不是幻觉。母亲的灵魂被带走以后，他在自家的墓碑上看到了惆怅的父亲。他向父亲许下承诺，自己一定会将母亲给带回来的。听完关于夜宵的事之后，银多郎忽然觉得自己一向讨厌的灵异体质似乎能为这小女孩做些什么，他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她的。这些话都被醒来的夜宵听进了心里，但是无厘头的日常还在继续。
第二天，银多郎刚到他家，叶宵就塞给他一个套着丝袜的地藏菩萨，还贴心地告诉银多郎，这是勇子昨晚刚脱下来的丝袜。这礼物银多郎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只能抱着地藏菩萨又跟他俩上路。今天的目的地依旧是昨天的电话亭。昨天回去以后，叶宵疯狂给那个女鬼打电话，但却被对方物理拒接了，直接用血水泡了他的手机。但这个女鬼对银多郎非常感兴趣，话音刚落，他就被对方拉进了电话亭里，电话线死死缠住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呼吸。他绝望地看着地上的地藏，难道这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门外的叶宵拦住勇子，接下来就该他上场了。他从兜里掏出一把镰刀，外加一把物理学圣剑，叼着玩偶就冲了进去。他拽着地藏狠狠砸向那台电话机，一番利落的操作之后，听筒那头传来了女鬼的嘶吼声。斩断了电话线之后，整个世界归于平静。对于他们这些妖魔鬼怪来说，银多郎是最高级的猎物，他们拼命地想要进入他的身体里。不过不必担心，因为夜宵会负责狩猎他们。看似风波平息，回去的路上，银多郎却发现那种令人讨厌的感觉还没有消失，一切的源头都是夜宵怀中的人偶。回到家以后，银多郎叹了口气，觉得自己果然很讨厌鬼怪。听到这句话，勇子就笑了，认为他口是心非。昨天他主动提出打电话的时候，露出了相当满足的表情，这都是他对自己内心不加掩饰做出的行动。他分明就是打心底里深爱着恐怖。这几天的经历让银多郎感到非常的细思极恐。明明同样身为灵异体质，但自己跟夜宵完全不同。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鬼怪都在躲避夜宵呢？如他所说，包括电话亭的女鬼全都被夜宵封印在了玩偶里，而那些玩偶全都陈列在了夜宵的房间内。他们会蚕食最弱小的那只鬼怪，如同湖中毒蛊，以此产生更深的诅咒，来压制带走母亲的恶灵。今天的家教任务完成以后，夜宵果不其然又提出了要去灵异场所。银多郎本来想找个理由推脱掉，没想到他们两人竟然说自己是因为害怕才不去的。他只能说明白自己要去外婆担任神主的神社驱邪，本来不想带他们去的，结果夜宵靠在他身边撒娇，再加上勇子那副不成器的样子，他还是妥协了，带着他们一起出发了。一路开了许久，他们终于来到了和歌山。一上来，外婆就都投给了银多郎一桶圣水，质问他到底把什么东西给带到神社来了。他一眼就看出来夜宵弄坏了地藏菩萨，现在那小妮的身后跟着5尊怒气冲天的地藏菩萨呢。夜宵一听纠正道，是7尊哦。众人听完都震惊了，外婆的能力比银多郎更强，竟然都没有看到夜宵所能够看见的东西。外婆警告夜宵，要是敢对银多郎出手，自己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银多郎让夜宵以后不要那么干了，夜宵告诉他自己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他要封印恶灵，而那个恶灵可能就是带走自己妈妈的家伙。听到这儿，谁能不怜爱起来呢？驱邪仪式已经准备好了，银多郎爬到了台子上，外婆教他如何去抑制自己的灵异体质，这也是让他重返社会的重要一步。夜宵按耐不住好奇，想要偷看一下。勇子为了让他乖乖听话，作为交换给他看了自己当初拍摄银多郎手臂的照片，密密麻麻的神经覆盖在手掌上，并且还在不断的成长，因此痛感也愈发剧烈。所以每次驱邪都要打麻醉，接着再诵读经文，用御神刀切除。听完姐姐的解释，夜宵却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事后再看到满满一盘白色的神经以后，他询问外婆能不能把这玩意儿送给自己。外婆只觉得这小孩多少有点恐怖，居然喜欢这种东西。既然这么喜欢，他便给夜宵讲了个有趣的故事。他们这座神社是供奉人偶的神社，许多人都拿出世的玩偶来祭奠，在宝殿底下供奉着特别凶恶的人偶，他会叮嘱大家绝对不可以进那个地方去。但那凶恶的人偶总会想办法勾引人类过去。上厕所的银多郎在路上捡到一个狐狸人偶，一瞬间脑海里就出现了自己必须将玩偶送到殿内的想法。一旦活人踏入那片禁地，就会被那些人偶抓来做交替，尤其喜欢抓像他这样细皮嫩肉的小孩。外婆的故事并没有吓到夜宵，反倒让勇子尖叫了起来。就在这时，夜宵眼前出现了银多郎抱着人偶前进的画面。在询问外婆以后，得知银多郎怀里的就是最凶恶的那个人偶。他告诉两人，银多郎被那尊人偶给拉走了，这一点外婆都没有察觉到，是因为他的能力变弱了，银多郎的感觉也变迟钝了，所以他看准了这一点，自己必须得去救他。银多郎在回过神来以后才发现，怀中人偶的头发不停地往自己的胃里钻，而他根本无力抵抗。周围的人也都露出了令人悚然的表情。银多郎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看到了那个朝自己跑来的身影，他一刀斩在玩偶的头发上，却发现没用，于是反手将撬棍插到人偶体内，再一脚下去用御神刀砍断了他的脖子。
叶宵警告在场的所有人偶，要是再有下一次，自己就把他们的脑袋全都砍下来。此话一出，他们全都恢复了原样。被救下的银多郎仍然心有余悸，但这一早也让外婆知道了叶宵并非普通小孩，还救下了银多郎的命。银多郎也在离开时告诉外婆，叶宵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虽然很乱来，但是是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还想好好的和叶宵相处。话已至此，外婆也不再说什么，只是让他记得带点祭品去好好拜一下那些地藏菩萨。还有银多郎，他并非一无是处，他的感应能力是能够保护自己和朋友的力量，既非不幸也不丢脸。叶宵希望银多郎多陪自己一起装饰手上那排迷你地藏菩萨，事成他就带他参观自己房间里的收藏品。银多郎是没想到这些所谓的珍藏品全都是凶恶的恶灵，不仅如此，叶宵还擅自将那个人偶也带了回来。叶宵向他解释，附在物品身上的灵体似乎会与物品产生同步，他用借组的神经将人偶的头连接在了一起。按照先前的设定，这么长的神经会给人物带来极大的痛苦，他轻轻一拨弄，人偶的眼睛就流出了血。银多郎后悔了，这个3年级的小女孩果然相当不一般。他让勇子远离他的房间，奈何对方没有灵异体质，只觉得那些是普通玩偶。叶宵也步步逼近，让银多郎给自己属于他的手指甲，这样自己也能够保障他的安全。银多郎哪儿敢啊，撒娇的就跑。到了第二天，银多郎脑袋一团乱麻，说实在的有点不想来勇子的家了，但对方是自己的恩人，看到他没有异状后总算松了口气。勇子告诉他，叶宵在自己家住了1年半了，这期间都没发生什么事儿，所以不用担心。话虽如此，但叶宵一直缠着自己给他指甲，多少还是有点恐怖。看他们这样，勇子提出一起去东京玩。银多郎猜就知道是灵异场所，转身就准备回家，没想到却被嘲讽了。他告诉两人，自己肯定不想去呀，肯定会害怕呀，就是因为跟鬼扯上关系，自己才会被诅咒，才会害得朋友受伤。他不想再发生同样的事了。叶宵闻言没有再强求，直接让姐姐开车走了。他本以为银多郎和自己一样喜欢鬼怪才接近他的，毕竟他右手的诅咒如果想消除的话是除得掉的，他还以为那家伙把诅咒当护身符呢。既然大家都因为诅咒感到害怕的话，他提议直接去抓一个能够除掉诅咒的人就好了。他们打算去西区的荒废寺庙，那里据说有大量被供奉的鬼婴和鬼子母神。一路上他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幽灵。到达目的地以后，他让勇子在车上等自己，接下来的路自己一个人去，要是1个小时内他没有回来，就请他去求救。之前说过，所有的鬼都在回避叶宵，但这次路上却有许多幽灵，这说明这座荒废寺庙内的灵体可能比以往多整整3倍。鬼子母神是会吃幼儿的残暴神明，但因为世家将他的孩子藏了起来，让他了解到为人父母的丧子之痛，而洗心革面，不再食用婴儿，变成了守护孩童的神明。但这个鬼子母神被阴灵缠上了，来不及成佛就被影响了，发生了恶性异变。但叶宵不能退缩，为了银多郎，他今天也得狩猎神明。他刚掏出自己的玩偶，就被对方伸出的脐带缠住了，身后的地藏也悄无声息的出现，被小鬼抬着砸向了他。好在撬棍及时掏出，这才免于被砸。等他逃脱那个地方以后，他才发现自己刚才产生了幻觉，将缠在脚上的藤蔓砍成了脐带。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他扯下一根头发绑在了纸人上，把它当做自己的替身。4张纸人意味着自己有4条命，必要时还能扰乱敌方的视野。这时一个小鬼婴突然爬了过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他直接将鬼婴封在了自己的纸人里。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叶宵还没回来，勇子直接驱车赶到了银多郎所在的超市，找到了他。听到叶宵是为了解除自己的诅咒才去冒险的，银多郎一咬牙一跺脚，跟着一起去了庙里。此时的山上可谓是阴兵过界，鬼子母神驱使着鬼婴四处寻找叶宵。抓到叶宵的一瞬间，他就掏出了刚才那个纸人，威胁他要是敢靠近他就杀了鬼婴。谈判成功，叶宵又获得了逃跑的时间。那之后他们到处找叶宵，全部都是纸人替身。感觉到被戏耍的鬼子母神非常的愤怒，躲在神像后面的叶宵注意到那些鬼婴全部都离开了，紧接着就是银多郎呼唤自己姓名的声音。抬头一看，相当壮观，鬼婴像海浪一样追在银多郎屁股后面。银多郎注意到叶宵拖着自己的右腿可能是扭伤了，便计划着尽可能的引走鬼怪，让他们远离叶宵，接着甩开他们，抱着叶宵就开跑。他感叹幸好自己锻炼了体能，见银多郎这么努力，叶宵更不可能认输，从兜里摸出一把锤子，锤断了鬼子母雕像的手指。两人按照计划跑上了车，之后面对银多郎的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不过只要叶宵没事就好。
被银多郎背在背上时，叶宵想起了小时和父亲一起的时光，风吹起色的刘海露出了额头的伤疤。他现在好后悔，要是小时候的自己能靠坚强的意志有所行动的话，或许就能救下母亲了。对于他来说，伙伴就和家人一样重要。如果伙伴有烦恼，自己一定会帮助他的，哪怕是自己一个人。他愿意敞开心扉，向银多郎解释关于指甲盖的事，也希望银多郎能够相信自己。来到他的房间以后，银多郎注意到了地上几个坏掉的娃娃。叶宵告诉他，房间里的人偶和纸人是一样的，将自己的一部分放在被恶灵附身的玩偶里面，他就会变身成为自己的替身，对谁的攻击也会转嫁到他们身上。要是哪天受到了攻击就会反弹到在场所有的娃娃身上。就算想要进行自杀攻击，也会因为不及其他灵体而被其他灵体所阻止，形成无法被攻击的局面。他给宝月界的所有人都进行了相同的措施，所以他们不会受到攻击。说完，他将刚刚敲下来的雕像手指丢到了房间内。坏着的娃娃是今天受到攻击后没能撑下来的，那么撑下来的娃娃们肯定会非常生气，将那尊神像里的鬼怪给彻底蚕食。叶宵给他留了一口气，就问他想不想要自己的指甲，只要有了自己的指甲就不会被攻击。小智妥协了，让他赶紧拿给自己。如果是这种语气的话，叶宵才不会给呢。直到那根手指讨好的求他救自己，他才同意。银多郎感觉非常的毛骨悚然，仅仅是小学3年级就已经学会了利用这样的方法明确上下级关系。果然叶宵的实力深不可测，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夺走他母亲的灵体非常强大，要夺回母亲就需要这些灵来进行磨练，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力量。为了把成就万世的抱负还有善恶兼容的容器都铭刻在自己的灵魂内，他今天本来计划将整尊神像都搬回来的，这样或许就能解决银多郎手上的诅咒了。可惜自己扭伤了脚。银多郎听明白了，他是要用强烈的灵去杀死他自己手下诅咒的灵，依靠灵与灵之间的互相厮杀，或许他也能救那个和自己有着相同诅咒被他卷入其中的对象勇子了。虽然目的不同，但需要的东西是一样的。银多郎和叶宵达成了共识。其实叶宵早就知道了勇子的手和银多郎是相同的情况，因为那天他给自己看的那张照片拍摄的是左手，银多郎被诅咒的是右手，也就是说这只手的主人是自己的姐姐。消沉之时，自己重返社会的是勇子，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如果可以的话，他想竭尽全力去拯救勇子，但这样就会和最开始规划的普通生活背道而驰。银多郎暂时还做不了决定。转天一大早，他们就开车前往学校。因为还在放春假，叶宵也跟着一起来参观大学。就这样，他们的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一来，勇子就因为自己曾经作为奥林匹斯数学竞赛日本代表而获得了超高的人气，反倒是明明作为学生代表和入学考榜首的银多郎没什么人关心。银多郎这才知道，勇子就算被卷入了诅咒中，依然无条件的关心自己，对于自己是个加害者没有责备，反而支持他宽慰他。现在想来，他心里真的没有芥蒂吗？这个问题没能得到答案，勇子就笑着朝他跑了过来。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能和银多郎一起上课才是最优先的事情。眼下他们将决定开学后选修什么课程。银多郎一眼就看到了勇子翻到了都市传说这一项，毕竟他从小就喜欢鬼故事，但银多郎怎么看也是不想去的。此话一出，勇子直接眼泪汪汪，银多郎妥协了。想了想，估计也就是那种打打闹闹喜闻乐见的课，结果没想到任课老师一来就直接掏了几个真实出过事的物件，还让他们后果自负。第一个就是自杀录像带，被毕设逼到发疯的大学生录下了自己自焚的视频当做作品，这卷录像带也被下了诅咒，只要看了视频，所有登场的人物都会变成观看者，在现实生活中被烧死。视频中的红发男人将汽油泼到了地上，再掏出打火机准备自焚的前一刻，所有人都看到画面上的男人变成了银多郎的模样。忽然的变故让老师都感觉到了害怕，起身就去找自己认识的主持。其他同学们也都意识到这门课可能真的有点邪门，便离开了。教室里只剩了他们3个人。叶宵后来的小熊玩偶手部忽然燃烧了起来，这个娃娃中放了他们3个人的指甲，他帮忙抵消了银多郎所受到的伤害。必须要在整个娃娃被除掉之前解除掉录像带的诅咒，否则银多郎绝对会死的。他将驱邪用的盐撒在了磁带上，接着用容易附身的人偶将他给抓住了。既然不偶燃烧，就证明录像带的灵体比叶宵强，他们目前无法打倒他，所以就需要采取制定诅咒的方案。他将人偶固定在了木箱内，又将诅咒视频循环播放。如果诅咒载体变成了他本身，说不定就会解开诅咒了。但这招显然没有用。没过多久，银多郎的手腕就真的燃烧了起来。现在他无法直接攻击到银多郎，
所以才会气急败坏地转移目标到银多郎的衣服上。看来靠说的是没用了，他们必须赶紧驱车回家。夜宵的房间里有杀手锏，银多郎可不同意，万一回去的路上自己燃烧起来，那不是整车的人都遭殃了。他要想办法不把他们卷入其中。勇子见状，坐在他身旁，问他还是否记得小时候的事。有件事他一直都放在心上。有一天，他忽然指着街道对面说不可以靠近那里。除了这一个地方，他还指过很多地方，而那些地方确实发生过事故或者事件。勇子没事的时候，他就会温柔地说幸好他没事。因为很聪明，小时候的勇子时常受到大人们的关心，只有银多郎是唯一一个不求回报也要保护自己的男孩。这一双手的诅咒也是，虽然他很自责将自己卷入其中，但并不是这样的。那时也是他陪自己去世代从危险东西的手中保护了勇子，所以才会受到诅咒。如果不是因为他保护了自己的话，他自己可能都没命了。所以他也想成为银多郎的支柱，因为他才是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银多郎这才知道先前会认为勇子内心有芥蒂的自己多么可笑，对方明明是打心底里重视自己。既然是这样，他就没有理由再拒绝他们的帮助了。勇子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把银多郎扒光绑在后面，限制能燃烧起来的地方，这样就算燃起来了也能靠风来扑灭。这期间他会不停地给灵体播放他的诅咒视频，他肯定会有所反抗，就要靠银多郎及时的反应将手伸出窗外灭火了。然而转过一个路口以后，眼前就出现了红灯。夜宵意识到这个灵体打算趁红灯的时候痛下杀手，既然已经狗急跳墙，那就证明他快到极限了。这个时候更加不能听，必须加速往前冲才行。好在幸运的是，一脚油门下去变成绿灯，火也被熄灭了。而这一切始作俑者依旧被丢到夜宵的房间内。那之后，勇子从医院接走银多郎时，也告诉了他诅咒视频的缘由。视频里的红毛是被人强迫自杀以后拍下来的，生前遭受到了人们的霸凌，除了他以外，他的家人也遭到了欺负，所以才会听从指示自杀，利用诅咒的力量杀死了那些欺负他的家伙们。洗刷怨恨之后，他便成佛离开了。但那些被咒杀的人却因为怀着强烈的恨意而延续了诅咒。当然，如果是被霸凌的那个夜宵，可能还会手下留情。但既然是霸凌者，那就不必对他们慈悲了。要说今天让银多郎受伤纯属意外，如果可以的话，勇子希望他永远不会受伤。但没办法，他从小就喜欢这些灵异的事情，并且他发现自己越陷入危险的境地，银多郎越会救他。这样扭曲的感情让他在兴趣和爱情上都获得了双重的满足。没办法，病娇是这个样子的。在大学生活开始之际，银多郎定下了2个目标，一是学会控制灵异体质，二是磨练自己的社交能力。所以他参加了大学同好会，试着想去社交一下。为此，勇子他们还专门给银多郎搞了一套看上去非常亲人的搭配。无论如何，今天都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一定要交上朋友。银多郎在和同好会的同学们一起出去玩时，勇子就在家里通过摄像头偷看他的情况，好死不死的还被妹妹给发现了。你别说，心跳、呼吸、体温全都监视，多少还是有点变态了。猜都知道，肯定是把定位器装在了眼镜上。得知姐姐喜欢银多郎以后，妹妹嫌弃极了，这种大变态的软件居然还是她自己做的。话虽如此，但还是好恶心。不过在发现监视器里也传来鬼的声音以后，夜宵忽然也对其产生了兴趣，一转刚才的态度，表示自己会全力支持勇子。于是小勇直接拉他一起坐下，开始对银多郎实况进行欣赏。此时的银多郎正在纠结于向面前的谁搭话，他决策之后决定同时发起进攻。结果他俩跟自己完全不在一个系，完全没有共同话题，于是又尴尬地扯了其他话题，无一例外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凝固。看来对于他这个社恐来说，社交还是有点太难了。这时同好会的会长长山走过来向银多郎搭讪，问他待会儿要不要去自己家续摊儿。既然能有深入交流的机会，银多郎当然不想放过，跟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往会长家走。路上银多郎就觉得阴森森的，他告诉会长，这么说他可能不信，自己有灵能力，能感觉到不对劲儿。闻言，长山跟他说起了一个关于他们大学牛卫自杀社团的传说。在这所大学有一群危险的家伙，他们挂着健全社团招牌，在迎新时期就搞集体自杀。这样的社团被学校查到肯定会取缔，但听说他们每次都会改名或者是夺取其他社团借此复活，所以从来没有抓到过他们的尾巴。不过有项东西作为证明被传承了下来，那就是会有某个人自称某个姓氏，而这个人永远都不会被抓到，因为集体自杀事件一发生他就肯定会死，并且在隔年又会以另一个人的相貌再次出现，而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长山。银多郎麻了，你的意思是你就是那个家伙？远在那头的夜宵从会长的身上看出了上面附着的灵，
随着银多郎被下药昏迷，视频画面也一片漆黑。勇子知道他们该出发救银多郎了。醒来的银多郎发现自己已被绑在了一个废弃的公寓楼里，身边全都是跟他们一起来的同学，他们全都在脖子上套了个绳被吊死了。下一个就轮到银多郎了。他们所在的社区在80年自杀者高达133人，被称为自杀圣地。不过看样子这些人都不是自杀的，而是被诱人自杀的灵体给骗到这里来的。勇子不懂他特地鼓吹集体自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叶宵此时心里已经有了眉目，但必须要去现场才能证实他的猜想。两个人赶到了303室门口，叶宵伸手从快递口将门给打开了，他让姐姐赶紧去救银多郎，自己去对付那个鬼。会长见他是个小孩，完全没放眼里，结果就被灌了一肚子的御神酒，这一吐直接把灵体给驱了出来。但危险远远没有结束，会长又掏出打火机要和他们一起死。这么看来，这家伙被附身果然是有什么跟鬼同步的理由。只可惜他们遇到了叶宵，他早就查清楚了这家伙的底细。他救的丁田是因为涉嫌的大学社团中集体施暴而被捕，后来以附带缓刑条件被释放返回社会，却遭到了大众的严厉批评，以此心生怨恨，想着拖人下水一块死。叶宵可太看不起这种人了，不论再怎么想自杀，也不该拖别人下水。燃烧生命的方式应该由自己的意愿来决定。他们将剩下被吊起的人全部放了下来，接下来就该警察处理了。3个人撒子逃离了现场，幸好他们来得早，要是烧炭自杀肯定已经没救了。说到这儿，银多郎才觉得不对，既然集体自杀，为什么还要选择上吊这种麻烦的手法？刚这么想完，他觉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总觉得好像什么灵忽然出现又消失了。叶宵告诉他，这是跟自己提到的吞噬灵体有关。严格来说，已经死掉的灵是不会死的，但灵体的生命能量会随着时间减少，一旦归零就会臣服，但其中也有拒绝臣服的家伙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因此他们就会吃其他灵体来补充能量。被吃的那一方不会死，但是在归零成佛前都会称为吃掉他那一方腹中的养分，这也是所谓的嗜杀灵体。换句话来说，就是被长山附身的丁田已经自杀了。至于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要上吊，原因很明显，因为那样的高度方便吃掉肠子。长山世界集体自杀就是为了吃掉灵魂，继续在这个世界残存。不过怎样都无所谓了，毕竟他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长沙的手指头。这吃了上百人的恶灵简直是最好的养分。那一天，一个流传已久的都市传说消失了。回家路上，银多郎感叹，今年因为灵异事件苦了自己太多次了。叶宵觉得他这想法就不对，他本来就是招灵体体质的，很难不接触到灵。与其想办法不被附身，不如学习事件发生时的应对方法。银多郎觉得这话在理，这样自己还能保护别人。叶宵也答应了自己会手把手的教会他。关于他们是怎么知道银多郎陷入危机的嘛，一切都是女人的第六感。大概这个谎言只有天真的银多郎会信了。说实在的，银多郎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勇子为什么这么喜欢拍这些诡异恐怖的视频发到网上。他眼看着那俩人越拍越兴奋，叹了口气。为了治愈银多郎的心灵，他们决定周末去河边野营。帐篷搭好以后，银多郎便带着叶宵一起去河边钓鱼，打算好好让勇子开开眼，吃上野营必备的烤鱼。结果是鱼儿鸟儿都不鸟他，一根都没钓上来。期间，叶宵问他有没有决定和自己一起收集鬼怪。银多郎告诉他自己仍然有些犹豫，因为他总是会在脑海中出现他也被诅咒的事，他不想有着无限的可能为了叶宵为自己而赌上性命。沉默许久以后，叶宵提他们两个来比赛，谁救的鳟鱼多，要是他赢了，银多郎就不要再插手自己收集鬼怪的事，因为他早就已经决定了该如何去燃尽生命。银多郎接受了他的挑战，两个人都很努力钓上了一堆东西，唯独没有鳟鱼，打了个平手。幸好勇子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烧烤，一回来就能饱餐一顿。晚上勇子将叶宵哄睡以后，出来和银多郎聊天。银多郎问他是不是想从诅咒中解放，勇子提出两人一起散步。虽然有些唐突，但他忽然问起银多郎是否知道学习和研究的区别。学习是学习已经获得解释的知识，研究则是要理清那些未知的事情。基于这个理念，他想要研究幽灵鬼怪。他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了自己的左手与灵异现象，研究以科学的方式解释幽灵鬼怪。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有关着他与银多郎能否治愈。在理解了鬼怪之后，他还有真正想要研究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银多郎。银多郎忽然就明白了，自己解不解开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希望勇子能够不被诅咒拖累，因为勇子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人，为此他可能要深入到危险的地方。
勇子希望他答应自己，要待在自己身边，永远不要自己一个人，要在能够互相帮助的距离之内。他走上前和勇子拉钩起誓，就算会深陷幽灵鬼怪之中，自己一定要解开他们两人的诅咒。随着温度越来越冷，勇子提出回帐篷睡觉。这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桥上有一个人一跃而下，等到他定睛一看，发现那人又从桥上跳了一遍，而且这个人好像只有自己能看见，银多郎什么都感应不到。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殊不知那个鬼魂已经缠上了他，半夜附身在勇子身上，控制他往前走。听到动静的银多郎拉住了他，夜宵也醒过来，发现姐姐被控制了，但就算是他也没有看到那个附身灵在哪。他也想他大概处于被呼唤的状态，可能是那个桥梁上有二人强制跳桥的灵体，所以他们必须要让勇子朝桥那边走，将对方吸引出来，然后抓住他。他让银多郎陪着勇子一起在自己后面随时待命。到了桥中心，银多郎以为看到了黑影成了人形，抓住对方的方针很简单，如果是附在身上东西的灵，直接把东西带回来就行，如果不是，那就找到它的位置狠狠折磨它。灵体在被打败之后，就会附在生物上隐藏自己，只要削弱它的力量，几乎100%往容易招灵的银多郎那边去。到时候只要用放入指甲的人偶抓住它，接着丢进放有净化银的袋子里，将其困住就好。不对，玩偶已经没有动了，证明它已经没净化，但勇子还在往前走。夜宵已经发现了，这家伙不是单一个体，而是集合灵。他们是利用勇子当诱饵，目标则是银多郎。幸好他们早就做了准备，在两人身上套了个绳，否则这一甩下去不死也受伤。确保他们没事以后，夜宵直接一大把盐撒向那群灵，大部分都做鸟兽散，唯有一个倒霉蛋被逮住了。他让这个鬼自己选是要进去还是被吞掉，鬼表示还能怎么选，当然是要活下来。这群集合灵正好有10个人，消除掉了一个，抓了一个，还剩8个。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已经想好了对付集合灵的方法。人偶1比1较长的一方会胜出，但面对数量压制，也是双拳难敌4手。将勇子从岸边拉上来以后，银多郎猛然发现身后的灵正在那河岸那一边盯着他们，剩下几个则从水里偷袭了银多郎。勇子被操纵者将其中一个灵灌入到银多郎嘴里，没想到吧，这一点也被夜宵预料到了，所以他早在身上提前带好了御神酒，在被附身的时候将酒含在嘴里就能把他们吐出来，吐在人偶上还能再抓一个，简直一箭双雕。他们早就准备好了10个人的玩偶，打算逐个击破，再将其作为自己的妻子。与此同时，夜宵那边又抓住2个会在猎物面前得意忘形的家伙，真的超好下手，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猎物会被反扑。这一下他们又抓住了4个，对方只有3个人，在数量上已经占有优势了，但对面估计要拿出真本事了。在此之前，夜宵也做好准备，将自己带来被封印的鬼丢到河里，吃掉了其中一个家伙，这样手中的河马就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他在每一个提示人偶上都插了一把螺丝刀，让剩下的3个鬼自行选择是想尝到更惨烈的后果呢，还是选择谁来当替死鬼。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这样制服了10个灵。接下来则是重头戏，他们要找到操纵勇者的鬼，然后将他杀掉。很快其他鬼就出卖了队友，当时鬼还让他撒谎，夜宵一刀下去教他怎么做鬼，同时也是杀鸡儆猴，让其他鬼看到反抗者的下场，以此来建立主从关系。随着人偶爆炸，勇子也晕了过去。醒来的他听说了当时发生的时候，感到非常郁闷。第二天一早的时候，精神已经好了很多。趁夜宵还没醒的时候，他拉住了银多郎的手，虽然他已经记不得当时发生的事了，但还记得银多郎牵着自己的时候手掌传来的温度。他们互相守护着对方，陪伴着对方，也在此时侥幸地说出了那一句喜欢。朝阳照射在两人的身上，银多郎发誓不论发生什么事，就算把勇子卷进来，他一定会去救他的。于是回到家，他就告诉夜宵自己同意和他一起收集鬼怪了，因为现在的他有了最想要守护的东西。听到他们对话的勇子此时相当兴奋，借由这个诅咒可算是将他绑在自己身边了。他要银多郎就这样和自己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面，光是想一想都兴奋到不行。和夜宵道别前，他询问关于露营地那种集合灵是否常见。夜宵看出来他这是胆小了，好在那种灵体并不多，只要有流体出现，必然会发生同类相识的情况，当然也有例外，像是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死亡，或者是被那个地方给束缚住，要不然就是出现了不成群结队就会被吃掉的威胁。河边暂时没有那样的家伙存在，因为这种灵都会四处游荡，带走他妈妈那个灵体就是这样的存在。他是在百鬼夜行最后出现的，把所有妖怪都烧光的太阳，所以他称其为空王。那之后，银多郎便跟夜宵进入了正题。银多郎拥有招灵体质，他们能通过伏击的方式，不论善恶去祈求神灵为他们指引方向，决定要去的地方。
不过在此之前，他必须先把学习也抓一抓。关关之事以后，两个人对视点头决定出发。勇子早已经做好准备，在门外等待两人。此时银多郎不知该用怎样的表情去面对青梅竹马，毕竟那天晚上的对话怎么看两人都像在一起了一样。现在想来，当时鼓起勇气说的话实在是太让人难为情了，而这些话好死不死都被勇子用手机给录了下来。银多郎也只能承认他俩的确就是在交往中，现在他干了什么都不能破坏人家的兴致，只能防患于未然，在危机到来之前就保护好他们两人。叶宵告诉他不必逞强，自己也能保护他俩。今天他们要去的地方是50年过去依然被称为都市内最灵异事件的 S 隧道，这里的传说主要都是目击的流言。有一位身穿白色洋装、一头长发、浑身是血的女人在隧道内徘徊，除此之外还有带着孩子的女幽灵穿过车子的前方，又或是匍匐在地的鬼魂会朝车子伸手的画面出现在后视镜内等等，但流传大多数都是女幽灵。看银多郎害怕那样，他俩就知道今天这个地方绝对得劲儿，兴致冲冲的就准备往里走。勇德甚至还专门拿了个录像机。叶宵决定要先从步行的传说开始验证，毕竟也是人在使用隧道内部非常明亮，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让人觉得有点阴森森的。银多郎感觉到身后有人牵住了自己，他本以为是勇子，回头才发现他站在远处。那刚才到底是什么东西牵住自己？银多郎瞬间小手冰凉，疯狂地甩了起来。叶宵一回头就看见那只鬼手想有玩偶抓住，却没想到让对方给逃走了。对方的气息还没有消失，肯定仍在这个隧道内。他们决定开车再闯一把。按照通常的故事来说，他会在车子行驶时进入车内，所以决定直接停在马路中请君入瓮。结果等了半天都没有任何反应。银多郎从后视镜往外看时，才发现车子后面有被碾过的幽灵，再一转头，挡风玻璃上又挂着个女鬼，两人直接倒吸一口凉气。叶宵一脚油门下去，直接把鬼撞飞。他的小脑袋瓜已经预想了3种会发生的事情，一就是这个鬼没有尸体直接穿过去，第二个就是穿过去之后鬼会进入到车子内部，第三个就是鬼被撞飞。经过刚才的测试，他确信了这个鬼如果没有受到大家的招呼是进不到车子内部来的。说完他就把门一开，吓得两人在车里鸡飞狗跳的用玩偶去堵他，费老大劲儿终于抓住了这个女鬼。他让银多郎一定要勒紧绳子，不准松手，准备回家。这一次虽然也平安无事，但银多郎总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他总觉得身边还有坐了鬼，但自己又看不着。他的直觉是没错，那个鬼直接跟到了他家里，刚才抓住的不过是一个无关的幽灵罢了。这些幽灵都坏得很，他们会故意让人类掉以轻心，而这背后的意图就是对银多郎下手。叶宵他们赶紧来到了银多郎家，阿姨见到是勇子，给他们开了门。一进入银多郎的卧室，叶宵就被女鬼的头发给缠住了。这女鬼相当狡猾，在角落放了个幻觉替身，本体在屋顶上方盘踞着，只要有人进来就把人拉上去吃掉。好在进入房间前，叶宵就已经用铜币算了一卦，找到了他的正确位置，正好头发把他缠上来。叶宵顺着往上爬，直接拔对了女鬼两边的耳发，将她从屋顶上拽了下来，一边勒紧她的脖子，一边逼她赶紧将银多郎放出来。女鬼本以为交出银多郎，自己就会被放过一马，结果她完全想多了，因为她对人类产生了杀心，所以叶宵判她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银多郎才说了昨晚的事儿，觉得自己也太丢脸了，说好的要帮他们，结果却扯了后腿。叶宵让他不用自怨自艾了，这1个月因为他的原因，灵体捕捉力的确提升了，他们这个队伍少了谁都不行。修补完准备走的银多郎被叶宵给叫住了，一犯完意，他拉开书包看了一眼，那女鬼竟然又钻到了他的背包里。他警告对方，下次要是再敢这样，自己就惩罚他。看来银多郎走上了一条注定不平凡的路。路上，银多郎接到一通电话，这家教机构打来的，看他表现不错，他们又给银多郎安排一个新的学生。周末他们就到了约定地点和对方碰头。银多郎万万没想到，这名新学生竟然是个辣妹，还是那种很天然会平地摔，并且相当倒霉，一摔脑袋上还沾了口香糖的类型。银多仔细看，发现这小妮子还挺会整呢，戴了个花色的隐形眼镜，真是没想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展成这样了。银多郎最不会对付这种人了，不过为了能尽快的回归社会，踏出这一步也是很重要的。这名少女名叫艾怡，就读高中1年级，比起在家里学习，更喜欢来甜品餐厅，这样还能补充糖分。见她对自己的甜甜圈感兴趣，银多郎提出和她玩个游戏，只要她能答对题库上的1道题，就可以吃一口甜甜圈，要是拿错了就银多郎自己吃，如果他吃得多就由自己来买单。艾怡很快同意了这个游戏，不过怎么看上去都很不靠谱，毕竟他连书都拿反了。不过只要他有兴趣就行。银多郎因材施教看出来了，
这份寓教于乐是个好的开端，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盒甜甜圈都吃完了，阿姨一道题都没答对，气得还在疯狂按按钮，让服务员再给自己来一份圣代。结果服务员一个没注意，一杯水就泼到他脸上，简直相当倒霉。银多郎定睛一看，发现这孩子印堂发黑啊，一旁的水渍上还能看到鬼的足印。别问他有没有鬼压床，或者觉得肩膀很沉。阿姨一听知遇见大师了，赶紧娓娓道来，因为他自身有不幸体质，所以从从前开始就很容易被鬼跟。虽然没被附身过，但倒霉事很多，还会连累周围的人。刚才平地摔也是因为脚踝被鬼给拉着。此外，他有一个哥哥，他很喜欢自己的哥哥，但因为不幸害得自己的哥哥也被卷入其中，因此丧命。临终前，哥哥还温柔地说，他一定要好好的笑起来，这样做哥哥才能安息。他猜测跟着自己的可能是哥哥，为了从那些灵手中保护自己，才不去成佛陪伴在自己身边。虽然他很害怕鬼，但他会让那些鬼看见自己不害怕的模样，让哥哥安心成佛。请家教也是想考个好成绩给哥哥看。银多郎想了想，决定让夜宵帮助他一把。说实话，第一眼看到这个幼女，阿姨是不相信她有这个能力的，但毕竟是天才儿童，对方一下就梳理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夜宵仔细看了一下，跟在阿姨身边的灵有2个，其中一个的确是他的哥哥。他拿了一个玩偶拴上绳子以后浸泡在了水中，向众人解释这个是降灵术，只要有灵的话就会进到里面去，算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话音刚落，水盆的水面就翻涌了起来。夜宵抓起玩偶告诉他们灵已经被抓住了。阿姨握着夜宵的手感谢他的施救，这样他的哥哥应该能安心成佛了。为了保险起见，夜宵还去扯下一根他的头发。没想到晚上事情就发生了反转。银多郎睡着以后见到了白天被抓住那个灵，他托梦告诉银多郎自己被抓了，所以没有办法保护他，真正要害他的其实是他的哥哥。夜宵也给银多郎打来电话告诉他，阿姨现在有危险，放了他的头发的娃娃勒紧了自己的脖子。银多郎按照家教中心给的地址来到了阿姨家的公寓楼下，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了不对，阿姨才16岁就已经一个人独居了，真的会有这样的家庭吗？这个时间段公寓门已经被锁上了，夜宵一下车就像是小猫一样顺着电线杆窜了上去。此时戴一正在被哥哥的鬼魂掐着脖颈，伤害全用替身玩偶承担下来了。这个离夜宵拖够了时间赶到现场，准备收服阿姨哥哥的鬼魂。结果时间刚到了12点，也就是他的成佛之日，他就这样消失了。醒了戴一无法接受哥哥竟然会对自己做这样的事，夜宵走到他身旁，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抱着他安慰他。阿姨想知道哥哥是不是还在恨自己害死了他。银多郎却告诉他，他并没有从哥哥身上感受到恶意，肯定是有什么理由才会这么做。他想知道哥哥为什么执意要带自己走。其实他就算不这么做，再过4年自己也会离世的。他听说神明对自己一见钟情了，所以在20岁时就会被他给带走，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银多郎有些疑惑地问他为什么要在船头放一张灵异照片，阿姨完全看不出来这是张灵异照片。夜宵告诉他，因为有些照片只有灵力强的人才能看到，不集中精神的话就无法发现。银多郎能够发现是因为他有神师的血统，画面上的鬼就是他昨晚梦到的这个，而且阿姨眼睛里面的星星也是在抓到那家伙之后才消失的，这是一种刻印。刚说完，他们就发现阿姨眼睛里的星星竟然回来了，就说明那个家伙已经挣脱了夜宵的束缚，力量不容小觑。这证明阿姨说的没错，她是神的新娘。在阿姨的房间里的电灯熄灭的一瞬间，周围的灵全都钻了过来，这是因为对阿姨一见钟情的神的力量从她身上流露出来，吸引了其他的鬼魂。她的房间此时跟个魔窟一样。听到这话，阿姨非常的害怕，难得见到有个正常反应的人类银多郎，多少有点欣慰。阿姨是从2个月前住在这个地方的，但她没有受过伤，也不算灵能力很强的人，因为刚才看到哥哥是她第一次看到鬼。总之他们现在必须先离开这个地方。虽然已经凌晨1点了，夜宵给姐姐发了个短信，说银多郎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勇子立刻飞奔了过来，贴心的夜宵还提醒了姐姐不要提到关于阿姨哥哥这样敏感的话题。为了能让阿姨赶紧走出悲伤，勇子决定给她制作她最爱吃的巧克力甜点。银多郎打算走前先上个厕所，结果刚走出房间门就遇到了相当危险的家伙。银多郎吓得两股战战，决定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继续往前走。但他没想到那家伙竟然跟过来了，还在银多郎洗手的时候把手伸到了他的脑袋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让银多郎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他能感觉到那家伙的手指在自己的脑干上摩擦。要是没有夜宵的娃娃，恐怕自己已经死了。他快步回到屋里，强装镇定，催促众人赶紧离开。夜宵察觉到不对劲，问他怎么了。银多郎告诉他那个家伙非常危险，但他的气息很浅，似乎会将人的脑干给扯出来。
要是只有一只替身娃娃的艾伊被他攻击的话，情况肯定非常不妙。倒霉的是楼梯因为不明原因封住了，他们只能选择坐电梯，这也意味着之后会发生非常危险的事情。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他们就看到了刚死那个男人，并且接下来的每一层都出现在几人面前。到达1楼以后，男人反而不见了，那是因为他在下一盘大棋。当艾伊背对他朝前跑时，他伸手准备去扯他的脑干，结果却因为神的刻印被反弹了，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对银多郎下手。银多郎就这样一步步被那个男人往电梯里拖，他得赶紧上前拽住了他，但是银多郎为了不拖累他们，还是决定松手了。叶宵一个滑铲直接铲到电梯里来，电梯外的艾伊差点崩溃了。自己当初就是因为总会给别人带来不幸才被家人赶走的，如果不是哥哥邀请自己和他一起住的话，他肯定会相当孤单，但他却害死了哥哥，眼下又害了银多郎他们，情绪几近崩溃。庸子抱住了他，让他不要担心，他们肯定会没事的。这栋公寓楼根本没有地下室，但鬼却将他们拖到了负1楼。随着电灯闪烁，那个男人也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手上的大脑连接着脑干像气球似的。这时他们才注意到身后还站了4个灵，男人用指甲拨弄脑干的时候，后面的4个灵体就会发出痛苦的尖叫声。为了不再折磨，他们只能将银多郎和叶宵推出去。银多郎也在一瞬间看到了之前几个被害人被残忍杀害的记忆，他将这事儿告诉了叶宵。既然他们没有办法离开电梯，叶宵决定直接将那个男人给拽进来。他手中鬼的实力比那个男人更强，到时候一拉进来，他肯定灵力大减，他们就能反过来监禁那家伙。他将玩偶交给银多郎之后，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叶宵的脑袋转得飞快，既然他的目标是银多郎，就绝对不可能会监禁跟过来的自己，更何况他压根就没有拿叶宵当一回事儿，毕竟他只是一个还没男人膝盖高的小孩，因此疏忽大意的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脚边已经被缠上了绳子。再加上刚才他想杀银多郎的时候，作为替身的那孩子承受了伤害，感到非常的痛苦，男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挣脱束缚，只能睁大一双眼睛，被对方一口咬断双腿，化为那孩子的食粮。因为灵力大减，电梯能够启动了，叶宵决定干把大的，在去艾伊的房间里面设置驱鬼对策，路过两人的时候还顺便报了个平安。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为了驱赶乌鸦而在农田中放置真正的乌鸦尸体，以此来煽动乌鸦的恐惧。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鬼怪限定版，那4个被害死的鬼心中留恋或者怨恨，会驱使他们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直到消失。只要艾伊继续留在那里，神明散发的力量就会让那个家伙慢慢复原，一旦复原，他们就会继续折磨伤害他，直到他们释怀为止。虽然不知道要过多少年，不过这都是他应得的，他会持续痛苦，等到全部结束的时候再去供奉他们4个，下次来的时候再一口吃掉。听着叶宵淡定地讲述自己的计划，银多郎只觉得不寒而栗。接下来他们还要调整引导灵体的出入，需要回家拿小道具。看到他们平安无事的艾伊抱着两人哭了起来，他不想再跟着去勇子他们家了，害怕再次因为不幸而拖累他们。看到他的样子，银多郎又想起了多年前的自己，感同身受的他不可能放任艾伊不管。叶宵也告诉他，不论他有多么的不幸，自己都会将那些鬼给监禁起来，绝对不让他们接近他。毕竟他称呼自己为幼女前辈，所以跟着他们一起走吧。艾伊下定决心好好调查哥哥为什么要害死自己的原因，不论结局如何，他都会接受，希望他们好好的看着自己。银多郎很欣慰能听到这样的话，但如果没有办法解除神秘的诅咒的话，艾伊又会经历怎样的事儿呢？回家以后，他们就看到了叶宵房间里的惨状，神明依旧的挑衅叶宵，他收集的这些东西不过都是些杂鱼，根本动不了自己一根汗毛，而他什么都做不到。叶宵告诉他，房间里的孩子们不过是幼稚园的儿童，此外还有毕业生在等待着他，就算没有他们，自己一个人也足够了。他确信自己能赢，既然这家伙是神明，那至少已经超过500岁了。哼，这样还想娶20岁的女孩子为妻，对付他这种萝莉控神明，自己完全不觉得会输。这句话给神明气笑了，他决定好好的等待艾伊，到时候再把它制作成自己的收藏品。房间里的玩偶全都抖动起来，足以看出神明燃起了猛烈的杀意。但为了他们，为了大家，叶宵也肯定会出动，为这个所谓的神明献上奴隶的宝座。他接受了叶宵的挑战，放下狠话，让他们全力挑战自己。他会将一切破坏殆尽，接着彻底蹂躏他们只是灵魂深处。就算他们再怎么挣扎，艾伊的命运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生命消失了，但这次博弈损失相当惨重。叶宵告诉他们，同类残事要开始了。3人离开房间，关上门的一瞬间，银东的耳边就响起了鬼魂们互相残杀的尖利叫声。
一阵轰鸣之后，房间安静下来，叶宵口中的毕业生诞生了。桌面上是一个小熊玩偶。这时银多郎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上面显示叶宵的名字。叶宵让银多郎不要接，但来不及阻止走上来的勇子，要是接了可就完蛋了，门内门外完全是两个世界。为了惩罚毕业生，叶宵将他浸泡在血水之中，接着扔进书包里，用锁链将其牢牢锁住，直到他的力量减弱，银多郎才终于打开门阻止了勇子。叶宵告诉他们，即便是在自己的房间影响之下，依旧有压制不住的破格恶灵，甚至会影响到周遭接连5栋房子集体发生灵异现象。这是一种强大到无法放置在家里而需要特别束缚住的灵体，因此被称之为毕业生。他让大家都先回去休息，明天早上再集合。过了一晚，他们按照计划来到了阿姨的房间进行调整，给灵体专门设置一条通道，而那些被阿姨吸引过来的灵体都会被纸张引导到昨天那个地方，接着再折返回去。毕竟谁也不想像这个男鬼一样被困在这里折磨。白天的时候进入叶宵的房间，只觉得比晚上看上去还要惨烈。他们将破损的娃娃都收拾了起来，之后阿姨就要赶回老家参加哥哥的法事了。而他们3个在收拾完之后也是累到虚脱，但眼下他们必须先将该做的事给清理。如他所说，平时叶宵都去灵异场所收集灵，理由是为了获得战力打倒空王，然后把抓到的恶灵关在娃娃里，再将自己的一部分放入其中，让娃娃做替身承担灵体的攻击。目前他抓到了灵体大约有100只，他们在叶宵的房间内形成了绝对防御，并处于孤独的状态，具备高水准的战力。但在昨晚因为和神明之间起了冲突，让这个系统几乎半毁，因此他们要做的是增加了必须先将减少的灵给补充上，接着再抓住神明，让他也加入到军团内，成为对付空王的战力，这样艾依也能得救。第2件的难度相当高，但叶宵以前不是没有做到过，神明也是要看等级的，但仅仅是对付当时的神明，他就已经要靠3个毕业生的力量去毁掉对方了，抓捕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至少需要1倍以上的战力。目前站在他们阵营中的毕业生有3位，以及昨天那个相同等级的孩子，还有1个月前跟着他的7个地藏，让他们同类相识后获得超越地藏的能力，这样实力应该比毕业生更强一点。靠着这5个阵容，他们打算先去攻陷东京和全国各地的超危险地带。为此，他们要一边攻略一般灵异场所，一边再准备为毕业生。他已经将地点全部都整理好了，还附上了网友们评断的危险等级。镇压东京之后，再向其他地区踏开，一路向北称霸全国。其中有一个危险等级不明的地方引起了银多郎的注意，这里的灵可能微不足道，当然也有可能危险程度相当于3个 S。如果能抓到这20个地方鬼怪组成的恶灵全明星阵容，他们肯定必胜，将神明和空王全部折磨致死。不过嘛，一切计划开始之前都必须先将作业给做完。一直到了黄昏时刻，他们才终于消灭到最大的劲敌。叶宵提出让银多郎陪自己出去逛逛，2个人便骑着单车在湖边兜风。这是2人第一次这样出门呢。借此大好机会，叶宵也将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虽然他之前只是拿银多郎当诱饵，但现在不一样了，他是自己独一无二的伙伴。闻言，银多郎决定作为平时他救自己的回礼，带他去一个想去的地方。结果一路火花带闪电，车轮子都快气爆了，还没有到目的地。银多郎一问才知道，原来也是灵异地点。之所以没有标在地图上，一是为了保护勇子，二是正巧这次毕业生在他手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他们现在前往的就是标志为 S 级恐怖地点的某遗址，还真是上赶着来撞鬼呀！周围阴风阵阵，银多郎冷汗直冒。叶宵还在给他介绍 S 级以上的特点，他们共同点是一旦扯上就逃不掉了，不是被困住，就是被施加无关距离的诅咒，这些都是他的经验谈。银多郎只觉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叶宵还一脸老练，想想之前的成功了，这次肯定也没问题。从留言来看，这个地方存在一个力量强大的灵，但对方是个善灵，也没有出过人命，而且这里还被当做了史记来参观，估计也是为了避免目的不是研究历史的人来凑热闹，所以才会手段强硬的威胁。不过真相如何，都必须要深入腹地调查才知道。他们决定直奔最危险的深处瀑布。这没走2步呢，身后不知何时来了个诡异的老婆子。看到叶宵和对方交流，银多郎生怕他被勾了魂儿。叶宵告诉他不必担心，因为已经开始了关于这里的传说，第6条就已经说明了，在3更半夜会遇见老婆婆，要是他真心愿意帮他们游路，自然要跟着他走。路上老婆子告诉他们，在这地方充满了悔恨，在安土桃山时代，这座城仅仅1天就被攻陷了。在敌兵攻打这座城邦时，大部分士兵都是打别的仗了，城中竟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
被敌兵斩首示众，以此打击住的城的兵力，大屠杀就此展开。女人们宁可在瀑布上游自杀，也不愿意在家人面前被斩首。据说那里流出的河水被鲜血染红了3天3夜，如此看来相当不妙。他们俩十有八九也被当成了掠夺者，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了救还来得及拯救的性命，他们必须咽下邪恶并贯彻邪恶。他将替身玩偶递给了银多郎，让他一定要小心，即便是善灵也有可能会杀害他们。夜宵这次不仅带了毕业生，还带了鬼子母神的食指。银多郎总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在接近自己，但两人转头又没能看到。夜宵告诉他，为了以防万一，有不对劲的地方一定要告诉自己。紧接着他们的身后传来了配合前方老婆子步伐的脚步声。为了防止夜宵有个好歹，银多郎温柔地牵住了他。殊不知此时的夜宵已经被鬼给夺走了神智，眼前的人也并非银多郎，而是刚才的老婆婆。当银多郎回过神时，森林里也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以及身后逐渐逼近的脚步声。他吓得牙齿都在打颤，但他现在顾不得害怕，必须赶紧找到夜宵，凭借自己对于毕业生的感应带着战力去寻找对方。越往前跑，银多郎越感觉不对劲儿，自己分明是一个看不到灵体的人，但树杈之间却密密麻麻站满了许多的灵。他已经被对方给包围了，紧接着身体也被侵占了。耳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让他不要忘记了这座城邦的痛苦。银多郎眼前一晃而过这里一段惨痛的记忆，紧接着自己的脖子便被武士刀给划破，跌入了水池中。他努力地让自己的视线聚焦，发现他已经站到了水池边。被血染红的河水中冒出了那些惨死的女人的灵魂，他们七窍流血地往银多郎身上爬，又一次说出那句不要忘记我们。这次银多郎回到了现实，但脖子上的刀疤却是真实存在的。替身人偶的脖子直接被斩断了，银多郎都不敢想这个诅咒到底有多么强烈。通过镜头他能看到那些雪白的手在他周围挥舞，他惊慌失措地狂奔起来，跌落到了山坡下，看到了已经被吊死在这里的夜宵。银多郎发现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跑到了组织源头瀑布深处，那里凭空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头，鲜血如注地往河水中灌溉。银多郎明白他已经被诅咒了，那夜宵死了吗？并没有，刚才的差点被老太婆给害了。知道对方的目标是手上的手指之后，一脚干脆地戳到他眼睛里。老太婆都惊了，照理说的孩子应该没有意识了才对，怎么还能做出反应呢？那是因为是鬼子母神控制他进行反击，不然遭殃的可就是他自己了。银多郎的呼唤将他从幻觉中拉了出来，他利落地解决掉了让人陷入幻境那只断手，要用绳索狠狠地鞭笞了一番这个老太婆，直至将她收服到纸人中。银多郎现在还在幻觉中，一旁的夜宵也变成了食人鬼，抱住他将他整个人往上拖。银多郎定睛一看，才发现半空中漂浮着许许多多被鬼手拉出的白骨，从他们身上的衣服来看，应该是来试胆的人被他们给害死了。一旦被诅咒上，这只人头落地，女鬼们都会一直抓着他们永不放手。夜宵当然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直接一根手指刺穿了那个冒牌货。看到他没有出事，银多郎激动地将小白蛋给抱了起来，但他们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银多郎向他们解释眼前的情况，一旁的女人就是诅咒的源头，而包裹四周的穹顶是巨大的集合灵，也是它的一部分。他会一直等到诅咒完成，就算死也不会放过。这说明这个女人会吃掉咒杀对象的灵魂，以此来强化自己。之前没有传出人命的消息，估计是因为那些遭遇事故的人无一幸存，也就是说危险程度相当高，就连鬼子母神的手指都在恐惧地颤抖。面对这种棘手的敌人，夜宵决定直接交换选手，以压倒性的力量将他痛殴一顿。说完就将那位的毕业生邪经文大僧正给召唤了出来。谁能想到那么可爱的小熊玩偶之下竟然是个光头大法师，对方一出现就开始疯狂的调研诵读经文。夜宵扔给他一个耳机，让他赶紧把音乐声调到最大，别听他念经。幸好他们速度快，只这么一会儿，天空中盘旋的乌鸦就全部落到了地面上。大师背后生出了许许多多黑色的触手，将在场所有的灵全都拽了出来。只要是听了这个经文的人，不论生死都会强制成佛，只不过前往的地方是地狱，并且这个大法师一旦施法就不会被打断，就算脑袋被砍下来，下巴被掰断，他依然会通过在场的其他灵作为载体持续输出。迫不得已，女鬼也献出了自己的真身准备逃走。夜宵告诉他并不是逃走，他是在争取这些生物人头落地之前的时间，他们必须要抓住大法师的攻击模式去乘胜追击，否则就完蛋了。然而到了森林深处，夜宵是什么都看不见了。没事儿，银多郎这时候该顶上了，他感应能力超强。来到深处以后，女鬼已经没有捂住耳朵了，
看似脱离了经文的攻击范围，实际上叶宵手上的玩偶脑袋就是个移动音响，女鬼还是难逃一劫，最终被迫成佛。临到消散前，他还感慨道：没想到死过之后还会体会到这样的感觉。但叶宵还是给了他一个选择，是要消失还是留下。果然比起消失，他宁愿作为叶宵的妻子。就这样，他们顺利的得手了。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大法师竟然想反扑，他直接拿银座郎做了自己的载体，让他无意识继续撵了下去。叶宵只能将自己的手塞在银座郎嘴里，用鬼子母神使劲按他的喉头，让他呕吐，从而无法说话。同时再用灵体攻击篡夺他的意识，这样就有那个放有他指示的玩偶就能利用替身攻击传至对应的部位，夺取大法师的意识。大法师一旦晕过去，不论所有东西都会中断，但他醒来肯定会继续攻击，要争分夺秒将他封印。按照刚才的经验，作战的小动物会被他控制0到3秒，中型动物是10秒，而人类则是20秒，这就是封印的限制。因为他现在没有手，所以这事儿就交到银多郎手上。封印这事儿银多郎一次都没做过，但为了活命，他只能拼了命的用绳子将熊头缠住，丢进放盐的袋子里。可大法师毕竟是大法师，20秒很快就见底了，他还是没有被封印。最后在只剩2毫秒的时候，他们顺利上了锁，还真是死里逃生了一回。为了共同生死，贯彻伙伴的情谊，叶宵甚至还摘下了自己的耳机。在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叶宵忽然发现玩偶的身上牵着一条奇怪的念丝，最好还是确认一下。回到瀑布边以后，他们从河底掏出一个箱子，里面是一根作为咒物被砍断的干枯的人手。玩偶剧烈震动，女鬼也再次钻了出来。叶宵用手指向那个念丝拨断了，本处于狂暴壮志的女鬼瞬间恢复了原样，愤怒和怨恨让她失去了理智，这些年来真是受苦了。叶宵再次告诉银多郎，这个遗址的灵果然不是恶灵，本来只是力量强大的灵，但不知是谁将这个咒物放在这个地方，去除掉以后就能恢复原样了。如此想来，银多郎才发现不对劲儿，他们本来就是被害的一方，却依然想要拖着其他人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如果只是为了进行传承的话，这样做就相当矛盾。银多郎警觉，那他们不是把善良的灵给丢到地狱去了吗？叶宵告诉他不对，这里的灵并非集合灵，他们不会融合到一起，会融合是因为他们是分灵，有的是将原本的灵魂分成了好几个，神社也会把神明的理由分成好几个，一起分社供奉。女鬼点了点头，她将灵魂拆分，让记忆重现。为了不让人们遗忘这里曾经住着温柔又坚毅的人们，下地狱的分灵无法恢复原状，不过也只是它的本体变弱了而已。不过这个地方是能量顶点，就算不吃灵体，它也很快会变成那个原本强大的灵。但他杀害人类是事实，没把他杀掉就已经是优待了。女鬼当然也不会忘记他们所做的事儿。叶宵是抱着觉悟才来的，他将刚才的老婆的指认撕掉，属于女鬼的那只手也回到了他的身边。老婆子也吓得屁滚尿流的跑走了，估计之后就会成神。抛开这一切不说，问题出在这个咒物上。有人知道这里有灵体，还将这个东西放置在这里，应该是有预谋的，想让灵体发狂。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最好将女鬼安置在别处。被抓住之后，她也不再是地府灵了。他们将玩偶埋在了别处，之后受到灵力影响，周围应该会变成很棒的景点。直到这时候，叶宵才能够平静地向银多郎表达感谢。如果不是他的话，自己可能已经出事了。银多郎表示这有啥，他不也救了自己吗？前几日他都觉得没人救，以为俩人完蛋了，现在想来活着感觉真好。不过他不会放弃收集鬼怪的，因为叶宵已经变成自己心中重要的存在了，所以他不会让叶宵孤单一人，想要好好成为他的力量。即使身处黑暗之中，他们也会深深地将这份感情埋藏在心中。离开遗址前，他们再次遇到女鬼。女鬼告诉他们，自己不会忘记他们杀掉了自己的事，当然也不会忘记他们帮助了自己的事。最后回礼，他递上一根白色的飘带，告诉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自己会来帮他们的。就这样，两人顺利的在 S 级灵异场所的巡礼之夜迎来了早晨。他们回家一给勇子讲了昨天经历的事儿，他想要确切的从勇子口中听到他们是否想跟他们一起去灵异场所的答案。下一次他们要去的是最有名的和服女传闻地点旧隧道。名字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灵异爱好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己当然要去现场冒险。好嘛，又是 S 级灵异场所，银多郎真是的心里捏了一把汗，也不知道之后他们会经历怎样的事。